大家好，我是罗富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马克龙抗美言论得罪美国，于是法国大乱，目标是马克龙下台。就在5·1国际劳动节这天，数百万法国民众走上巴黎、南特、里昂等大城市的街头进行抗议示威。据报道，与以往不同，这次的5·1大游行不仅规模空前，并且在游行期间，多个城市的示威者都和警方爆发了激烈冲突，抗议现场黑烟四起，烈火冲天，街头的车辆、商店遭到打砸和焚烧，多名警察被抗议者投掷的汽油燃烧弹命中，浑身着火。哪怕法国出动了数万警察，但事态几乎失去控制。法国内政大臣达马林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中确认，在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中，有406名警察和宪兵受伤。至于抗议者的受伤数字，目前难以统计，显然只会比警察和宪兵更多。这样的画面，连那些一贯支持抗议示威的欧美媒体都直接定性为骚乱。这是法国今年的第13场反退休改革示威，英媒称这是法国30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之一。法国工会表示，这是由法国各大工会发起的联合行动，目的是抗议法国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全国约有230万人走上街头。法国的退休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且领取全额退休金必须根据工作岗位满足一定的工作年限。为什么法国政府要进行退休制度改革呢？这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法国的养老金资金池已经无法满足支付退休金的需要了，缺口很大，再不改革，大家的养老金都得不到保障了。法国之所以出现养老金的大缺口，以及容易出现骚乱，主要原因是2个，一是经济衰退，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导致能源短缺，不得不高价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国内生产和进出口行业严重受创，引发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二是移民问题，从北约发起的科索沃战争开始，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等等战争，法国成了欧洲地区移民的首选地之一。出于人道主义，法国成为欧洲国家中接收难民和移民最多的国家。人口仅有6780万人的法国，移民总量达到了650万，而移民到了法国后，生育的子女突破70万，而这些人在法国的就业率很低，成为法国经济的沉重包袱。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赢得了选举之后，没有了选群之忧。面对如此严峻的养老金问题，不改革，那就是所有人的养老金都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经历了俄乌战争1年多的遭遇后，马克龙显然已经顿悟，这一切的祸根就是美国。因此，在访华结束后的路上，就开始发表欧洲要有自主权，不能盲从美国，不能再做美国小跟班等等抗美言论。马克龙的话一时激起千层浪，在全球引发强烈反响。在美国看来，马克龙的话带有强烈的导向性，必将对美国领导世界的权威产生极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杀鸡儆猴，谁敢不听美国的，谁就必须下台。正好，马克龙主推的养老制度改革触动了一些法国底层民众和移民的切身利益，引发了他们的不满。这就成了美国惩罚马克龙、推翻马克龙的重大契机和条件。这就是法国大骚乱的外因和内因。法国大骚乱其实是拜登与马克龙的斗争，马克龙能否保住法国总统大位，我们拭目以待。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